你上一次说不是什么时候？我说的不是那种脑子里转了3圈，嘴唇动了一下，最后还是咽回去，然后笑着说行吧，没关系的不。我说的是你看着一个人的眼睛，声音稳稳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出来，这个我帮不了。想不起来了对吧？甚至你现在回忆的时候，胃会微微收缩一下，因为光是想象那个画面，你就已经开始替对方难受了。你在担心他的表情会不会变，担心气氛会不会僵，担心你在他心里会不会从靠得住的人变成原来也就那样。你还没开口呢，你已经替所有人把情绪预演了一遍。我今天想聊的就是你身上这根一直在被抽的绳子，不是什么宏大的命题，不是什么属灵的高峰，就是一件很小很日常，但正在1厘米1厘米吃掉你的事。你太习惯说好了，好到你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因为拒绝了别人而感到坦然是哪一年的事。我先描述几个画面，你告诉我准不准。周五下午5点半，你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同事过来，带着那种不好意思但是又真的很急的表情，手里拿着一份东西。你的嘴角还没来得及等大脑发出指令，已经自动弯起来了。行啊，放这儿吧。你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肩膀又沉下去了1公分，你甚至能感觉到那个下沉。再来一个，朋友给你发语音，40几秒，声音带着哭腔，你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的情绪也跟着拧起来。听完之后，你深吸一口气，打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字，安慰、分析、建议，我陪你。发出去之后，你放下手机，盯着桌面，忽然意识到你今天也过得很糟，但你刚才一个字都没提，你连提的念头都没有过。最后一个，过年回家，饭桌上亲戚随口说了一句什么，你并不同意，你其实很不舒服，但你看了一眼你父母的眼神，看了一眼他们那个别闹的微表情，于是你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把那句话和着茶一起咽了下去。吞完之后，你笑了一下，这个笑不需要任何人教你，你从很小就会了。如果这3个画面里有任何一个让你胸口微微发紧，那今天这40分钟是给你的。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你可以划走了。今天这段声音确实不是给每一个人准备的，但如果你身体里有个地方刚才动了一下，留下来，我想跟你好好聊聊。那个你每天都在喂养，每天都在讨好，每天都在伺候，但唯独没有认真听过他说话的人，就是你自己。我先说一组数字，2025年有一个数据让我停了很久，近90%的年轻人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其中43.1%的人说，他们花钱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被需要、被看见的感觉。你听清楚了吗？40%的人在花钱买一种感觉，有人需要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一个人人都喊着要边界感的时代里，真正活在边界里的人反而更少了。我们嘴上说着学会拒绝，手指却在替别人下单。我们转发不讨好任何人的文章，转完之后立刻回复了那条本来不想回的消息。讨好这个词太轻了，它听起来像一个可以改掉的坏习惯，像爱咬指甲，像晚睡，像吃太多糖。但你心里清楚，这件事的重量远远超过一个坏习惯，因为它不仅仅是行为，它是你用来证明自己还有存在价值的方式。你不是喜欢说好，你是害怕，如果你说了不，对方就会发现你其实没有那么值得被留下来。你活成了所有人的止痛药，同事的止痛药，朋友的止痛药，家人的止痛药。谁难受了找你，你就从口袋里掏出自己递过去。药效很好，每次都管用，只是没有人问过你一句你疼不疼。也许你自己也不问，因为你怕答案，你怕一旦承认我也疼，那些因为你的好才靠近的人真的会转身走掉。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可能听起来有点冒犯，但我还是要说，讨好不是善良，善良是你看见了别人的需要，你有能力、有意愿，并且不以折损自己为代价的伸出手。善良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讨好是一种被动的交换。你用对别人好作为货币，购买别人不要离开我这件商品，一个是给予，一个是乞讨。
这两件事穿着一模一样的外衣，但骨头完全不同。别人的认可是有价格的，而你付的那个价格叫做自己。你付了多少年了？你有没有算过？我为什么说这件事跟信仰有关？因为有一种特别安静的错位发生在很多信徒身上，我们把讨好当成了爱。你可能从小到大都在听一句话，要服侍别人。没错，要有爱心，要温柔，要忍耐，要为别人舍己。这些话本身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什么时候开始把舍己理解成了不准有自己？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拒绝一个人就等于犯了罪？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不舒服这4个字是自私的代名词？你回想一下，在你的信仰生活里，有没有哪一次你明明已经累到极限了，但因为觉得这是服侍，就硬撑着笑着继续？有没有哪一次你对一个安排心里非常抗拒，但因为觉得顺服就是好的，就把嘴闭上了？那种感觉不像是在跟上帝说话，那种感觉更像是在跟一个你不敢惹的权威讲和。我必须在这里把一句话掰开。加拉太书第1章第10节，保罗写了一句非常尖的话：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你通常在哪里听到这节经文？传福音的语境，对吧？别怕人的眼光，勇敢传道。但今天我向你换一个角度读它。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极其清醒的话：讨人的喜欢和跟随上帝是2套操作系统，你没有办法同时运行它们。因为讨好人需要你不停地扫描别人的反应，根据别人的脸色来调整你的输出，而跟随上帝需要你停下来，听一个可能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声音，然后照着那个声音走，哪怕全场没有人给你鼓掌。这2件事的方向是反着的。你花了多少年在试图同时跑这2套系统？你有没有发觉，你内心那种持续的消耗，不全是因为事情太多，是因为你一边想取悦身边的人，一边想回应一个更深的呼唤，这2股力量把你往2个方向拉，你被撕在中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肌肉记得这种撕裂，你的肩颈知道，你夜里磨牙的牙床知道，你已经习惯的那种浅浅的没来由的疲倦知道。我还要说一件事，可能更不好听，但我觉得有必要讲。很多时候我们讨好别人，并不纯粹是因为爱别人，而是因为我们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被需要是一种瘾，它让你觉得自己还有用处，还有位置，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标记为多余。当你帮了别人一次，别人对你感激的眼神，一句幸好有你，一条谢谢的消息，那些东西给了你什么？给了你存在感，给了你活着的证据。问题在于，如果你停下来呢？如果明天你决定什么忙都不帮，什么情绪都不接，什么微信都不秒回，你是谁？你还是谁？把别人需要我这件事拿掉之后，你心里还剩什么可以踩住的地面？想到这里会慌，对吧？这种慌才是根，不是因为你太善良了，不是因为你太有责任心了，是因为在你心里最深的某个位置，有一句话一直在循环播放：如果我不有用，我就不配被留下来。这句话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谁教给你的？你第一次把它当真的时候几岁？这不是一个需要你现在就回答的问题，但我想把它放在这里，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讲几个人的故事。这几个人和你一样，活在这句话的笼罩之下，活了很久。我要跟你讲3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位国王，但你先别急着往伟大那个方向想，因为我想给你看的不是他伟大的那一面，是他最窝囊的那一刻。他叫扫罗，以色列的第1任王。他拿到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非常清楚，来自上帝，没有含糊地带。打完仗之后，所有的战利品全部销毁，一样都不留。但问题来了，他的士兵们不干，他们想留。那些牛羊肥壮，那些东西值钱，扔了可惜。他们不是暴动的人，他们只是有意见、有情绪、有不满的苗头。然后扫罗做了一个决定，一个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彻底改写了他整个余生的决定。他让步了，他允许士兵留下了那些最好的牛羊，他违反了命令。
不是因为他贪财，不是因为他想谋反。你去读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4节，扫罗后来自己说的原因是什么？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你听一听这句话，你好好听一听。一个被上帝亲手选中的王，一个本来只需要听一个声音的人，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吗？他听见了，他只是比起那个声音更怕人群里的另一种声音，不满、议论、可能的反对，你怎么这样的眼神？他不是不信，他是更怕人。他把本来应该留给上帝的那份敬畏匀给了身边人的表情。你说这个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你心里明明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你真正该做的选择，但你抬头一看周围的人，你想象了一下他们可能的反应，于是你心里那个清楚的声音一点一点矮了下去，矮了下去，矮到你自己都听不见了。然后你做了一个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做完之后你松了一口气，一种很短暂的混着隐隐恶心的松，因为你隐约知道你刚才不是在做选择，你是在表演一场叫做我很好说话的即兴剧。扫罗演完了那一场，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的整个王位。先知撒母耳站在他面前说了一句话，既然你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就这样，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补考，没有你下次注意点就好了，整个王位交代在了一次讨好上。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邪恶的事，而是因为他在最需要站住的那一秒选择了弯下去。我说这个故事不是要吓你，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你敢讨好别人，上帝就罚你，那是另一种恐吓，我不做那种事。我想说的是一件更微妙的事，当你长期把人的脸色放在你内心那个声音前面的时候，你会慢慢失去一种能力，你会失去分辨的能力，分辨什么声音值得你听，什么声音只是噪音。你的内心接收器坏了，不是突然坏掉的，是一天一天的被周围人的意见磨钝的。扫罗后来的整段人生就是一个接收器坏掉的人的样子，多疑、失控，听不见上帝说话，在恐惧里越陷越深。他的问题从来不是能力不够，他的问题是他把方向盘交给了围观者。而你呢？你的方向盘现在在谁手里？这是一个真问题，你不用急着回答，你只需要坐在这里，让这个问题在胸口待一会儿。因为我接下来要跟你讲的第二个人走了一条和扫罗完全相反的路，而他做的那件事可能会让你不太舒服，因为那件事叫做在所有人面前承认自己不行。他叫尼哥底母，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也可能没有。如果你在教会长大，你大概知道约翰福音第3章就是那段著名的你们必须重生的对话。但今天我不想跟你聊重生这个概念，我想聊的是这个人为什么选在半夜去找耶稣。这件事你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划过去。圣经写得很简单，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夜里2个字，圣经没有多解释，但如果你了解尼哥底母的身份，这2个字就变得非常重。他是法利赛人，不是普通法利赛人，是犹太公会的成员。犹太公会是什么？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加上国会再加上宗教领袖委员会。他坐在权力结构的最核心，他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他的座位有固定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会被记录、被讨论、被评价。而耶稣在当时的权力圈子里是一个争议人物，跟耶稣公开来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这个圈子里的信用值会暴跌，你的同僚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你，你的位置可能不保，你多年积累的关系网、人脉、声誉、信任全部面临被清零的风险。尼哥底母做了一个很多人觉得很怂的选择，他没有白天去，他选在了夜里。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觉得他怂，你堂堂一个公会成员，连去见一个人都要偷偷摸摸的，你的信仰呢？你的勇气呢？但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尼哥底母不是不信，他信，他心里有一团火，这团火在他看见耶稣行的那些事之后就点着了，再也灭不掉。他去找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他连我们知道都说出口了，他的判断力没有坏掉，他的灵里很清楚这个人是谁。他缺的不是信心，他缺的是在人群面前把这个信心说出来的胆量。你听出来了吗？跟扫罗一模一样的困境，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去，但脑子里有1000双眼睛在盯着你。扫罗选择了弯下去，于是声音灭了。尼哥底母也弯了，但他做了一件扫罗没做的事，他弯着腰还是去了。他不敢白天去，他就晚上去；他不敢公开问，他就关起门来问。他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地活成一个勇敢的人，但他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里迈了一步。我在这里想停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需要听到这句话：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会说不的人，你只需要今天在你能做到的最小范围里试一次。也许是一条消息迟5分钟再回，也许是别人问你有空吗的时候，你允许自己多停顿2秒，感受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空。也许是你嘴角已经开始弯了，那个好字已经到了牙齿边上了，然后你说我想一下。这4个字的重量，你试过就知道。尼哥底母的故事没有停在那个夜晚。约翰福音第7章记录了一件事，法利赛人在商量怎么对付耶稣，有人要去抓他，所有人都在附和，而尼哥底母开口了。他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他说的是：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你品这句话，他没有跳上桌子大喊耶稣是弥赛亚，你们别碰他。他用了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他引用了程序正义。他在说按规矩来，至少先听一听人家怎么说。他在一张满是敌意的桌子上，把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空间利用到了极致。这是什么？这不是冲锋，这是学会了在自己的有限里发出声音。他们怎么回应他的？他们嘲笑他：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他们用身份攻击他：你是不是跟那个人一伙的？换做从前的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做？退回去，对吧？笑一下，说我只是按程序说而已，别多想。圣经没有记载尼哥底母退缩了。然后约翰福音第19章，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些跟了他3年的门徒呢？跑了，躲起来了。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出场了，他带了差不多30公斤的抹药和沉香，那是一笔巨大的花费，那是一个不可能被藏住的举动。他走到十字架下面，公开的在所有人面前领走了耶稣的身体。公开的，白天的，你还记得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夜里，从夜里到白天，他用了差不多3年。他不是一夜之间变勇敢的，他是一步一步磕磕绊绊，从夜里偷偷来，走到白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站出来的。中间那些年，他一定也挣扎过，也退缩过，也在某些夜晚躺在床上想，我到底在怕什么？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勇士，他是一个学会了慢慢说不的普通人。而讽刺的是，那些白天跟在耶稣身边大声宣告我永远不离开你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刻全部消失了，反而是这个当初只敢夜里来的人走到了最后。声音最大的人不一定走得最远，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那个一开始连声都不敢出，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的人。我想在这里做一件事，如果你现在回想一下自己这些年的样子，你会看见很多个夜晚版的尼哥底母。你偷偷觉得某些事不对，但你不敢说。你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那个不字，但每次排练到最后都把它删了。你羡慕那些能直接拒绝别人的人，你觉得他们好酷，然后你转头又接了一个不想接的活儿。你觉得自己很弱，你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但我想告诉你，尼哥底母也不行，至少一开始不行。而上帝坐在那个夜里，没有因为他是偷偷来的就拒绝他。你注意到了吗？耶稣没有对尼哥底母说你白天来我才跟你聊，他没有。他接住了那个带着恐惧来的人，他就着那个人当时的状态跟他谈了一场改变他后半生的对话。上帝不要求你先变勇敢再来找他，你带着你的怂，你的怕，你的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来就好了。他接得住，
这一点和扫罗的故事放在一起看，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扫罗的问题不是害怕，害怕是正常的。扫罗的问题是他害怕了之后，选择了配合恐惧，然后再也没有回头。而尼哥底母也害怕，但他带着害怕还是走了一步，然后又一步，然后3年之后，他站在了阳光底下。恐惧不是你的敌人，向恐惧投降，然后假装自己从来没有过另一种选择，这才是。既然人生里说不这件事这么难，那就先从最小的那个不开始，先从我想一下开始，先从多停顿2秒开始，先从今天晚上少接一个电话开始。没有人规定改变必须是一场爆炸，改变也可以是1毫米。好，2个人讲完了，一个因为讨好失去了一切，一个从恐惧里一步步走了出来。但我还有第3个故事，这个故事比前面2个都要刺人，因为它揭露的不是讨好让你失去什么，或者你可以怎么走出来，它揭露的是一件更深更难看的事。当你讨好久了，你会开始撒谎，而且你撒的那种谎是你自己都信了的那种。我要跟你聊的这个人叫亚伦，你可能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摩西的哥哥，以色列历史上第1任大祭司，地位极高，站在整个民族的信仰顶端。但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是整本圣经里最荒唐的一幕之一。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上了西奈山去见上帝，一去就是40天。山下的百姓等不住了，开始焦躁，开始抱怨，开始聚集在亚伦面前说，我们不知道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来给我们做一个神吧。你注意听，他们说的是做一个神。亚伦的身份是什么？大祭司。他比在场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上帝是谁，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偶像意味着什么。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他拥有这个场景里最完整的认知。但人群在压过来，声音在变大，不满的情绪在膨胀。然后亚伦做了什么？他收集了所有人的金耳环，把金子熔了，铸了一头金牛犊，摆在所有人面前，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他不仅做了，他还帮忙赋予了意义。他不只是配合了人群的要求，他甚至主动帮人群合理化了这个要求。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你心里明明知道一件事不对，但你不仅顺着做了，做完之后你还帮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人家都这么做的，我不这样做他们会不高兴，其实也算合理。讨好做久了，你的逻辑系统会自动升级，它不再只是不敢拒绝这么简单了，它进化成了一种更隐蔽的东西。你开始替自己的妥协编故事，你开始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之所以让步，是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没那么重要。你把投降说成了宽容，把没有底线说成了大度，把害怕说成了成熟。亚伦的高光时刻来了，摩西下山了，看见金牛犊暴怒，他问亚伦，你干了什么？亚伦怎么回答的？出埃及记32章24节，你听好这句话，我把金子扔进火里，这牛犊就自己出来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住，这可能是全本圣经里最荒谬的一句话，一头金牛犊自己从火里跳出来。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自己信吗？但你仔细想想这句话的逻辑，你熟不熟悉？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话赶话就变成这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又揽了一堆活，我也没想帮他，他开口了我能怎么办？你有没有发觉，当你讨好别人已经成为一种自动化程序之后，你甚至不再认为那是你的选择了，你觉得那是情况使然，你觉得你没有别的路，你觉得那头牛犊确实是自己跑出来的，你是无辜的，但你不是无辜的。亚伦不是无辜的，那些金子是他亲手收的，那个模具是他亲手做的，火是他亲手点的，从头到尾每一步都是他的手在动，只是他的大脑在每一步之前都完成了一次极其精密的道德自设。他告诉自己，我别无选择。讨好的终极形态不是没有脊梁，讨好的终极形态是你的脊梁还在，但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弯法，弯完之后你觉得自己是直的。亚伦的结局比扫罗温和，他没有被废掉，后来他还是做了大祭司，上帝给了他第2次机会，但这不代表那件事没有代价。
3000个人因为那头牛犊死了，你的讨好，你觉得代价只是你自己受累，对吧？不，它会波及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在看着你怎么跟世界打交道，你的朋友在按照你给出的信号来定义你。你每一次笑着说没关系的时候，你教会了周围的人一件事：你的底线可以被踩，然后他们就踩了，然后你就更累了，然后你就更觉得我命该如此，然后你就越来越难分辨哪些是我自己的选择，哪些是牛犊自己跑出来的。这个循环你想跑多久？3个人讲完了。扫罗因为害怕人群的声音丢掉了整个王位，尼哥底母带着害怕走了出来，从夜里走到了白天。亚伦害怕到不仅妥协了，还学会了骗自己。3条路，你在哪一条上？也许都有一点。也许某个阶段你是扫罗，某个阶段你是尼哥底母，某些时刻你就是亚伦。你看着那头你亲手铸的牛犊，一脸无辜地说他自己出来的。没关系，我把这3条路都铺在你面前，不是为了让你认罪，是为了让你看清楚一件事：你不是没有选择，你一直有选择，你只是太久没有行使过那个选择的权利了，以至于你忘了，你的嘴里有一个字叫做不。而上帝，那个你以为也需要你讨好的上帝，他在等的根本不是你的好，他在等的是你第一次对他说真话的那一刻。不是那种挑好的词拼出来的祷告，是你终于把牙关松开，说一句我累了，我不想再装了。我也不知道真实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了，但我知道现在这个版本不是。他等这句话等了很久了。接下来我要进入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在那之前，我想给你一段来自加拉太书的经文。这段经文保罗写给了一群正在被律法主义压垮的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活在我必须做到所有人的期待才配被接纳的恐惧里的人。他对他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站立得稳这4个字是动词，它的意思是你得自己站，没有人能替你站。而站这个动作本身就意味着你的脊椎要用力，你的膝盖要撑住，你的脚底要踩实。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自由的票价叫做你得先停止弯腰。我想在这里暂时离开那3个人的故事，因为刚才讲亚伦的时候，我自己被戳了一下，不是那种可以忽略的刺痛，是那种你正在说着别人的事，说着说着发现你在说自己的那种后背发凉。我也住过牛犊，我没有用金子，我用的是笑容。我也有过无数个他自己出来的时刻，答应了一件完全不想答应的事，答应完了告诉自己反正也不难，接住了一个跟我无关的情绪，接完了告诉自己举手之劳而已，退掉了一张本来属于自己的票，退完了告诉自己下次还有机会。每一次我都在火里扔进去一点东西，然后对着跑出来的那个形状说，我又能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害怕一种安静，就是忙完了一整天，帮完了所有人，终于一个人待着的那种安静。因为那种安静里面会冒出一个声音，很小的，我一直在压的那个声音，他会问我一句话，你帮了那么多人，谁来帮你？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怕答案是没有人，我更怕的是没有人，不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个口。我把自己训练成了一台不需要充电的机器，所有人都觉得我电量很足，只有我知道我的电池是漏电的，一直在漏。我只是跑得够快，快到别人来不及发现我在掉电。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听，你不是在听一个局外人分析你的问题，你是在听一个和你穿着同一件衣服的人试图跟你一起搞清楚这件衣服到底怎么脱。我想回到扫罗那个故事里的一个词，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说，我因惧怕百姓。在整本希伯来圣经里，惧怕这个词最常见的用法不是用来描述怕人的，它最常被使用的场景是敬畏上帝。你去看诗篇、箴言、生命记，到处都是这个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敬畏就是惧怕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一种混合着尊重、信任、臣服和颤抖的情感。它指向的是你把最高的重量给了谁，你把那份最深的在乎交给了谁。而扫罗把这个本来应该指向上帝的敬畏交给了人群的脸色。你品一品这件事，它不是多了一种恐惧，它是把那份唯一的最核心的重量放错了地方。你的惧怕现在放在哪里？你最怕的那个东西是别人的评价，还是你自己在安静中听见的那个声音？你每天醒来第一个检查的是别人对你满不满意，还是你自己对自己满不满意？这两件事朝向完全相反，你没有办法同时走两条路，你早晚要选。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布瑞尼·布朗，他花了20年研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够跟别人建立真正深的关系？他得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结论：那些最有同理心、最能跟别人建立深度连接的人，恰恰是边界感最清晰的人。不是最好说话的人，不是最随叫随到的人，是那些最知道自己能给什么、不能给什么、愿意给什么、拒绝给什么的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爱需要一个前提，你得先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被掏空的人，他给出去的不是爱，是焦虑。一个没有底线的人，他维持的不是关系，是一种慢性的交易。你以为不设边界是爱，其实不设边界是恐惧。恐惧穿着爱的衣服骗了你很多年。我再给你看一处经文，这一处很少被提到，但我觉得它应该被更多人听见。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了一句极其简短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有多久没有做到这件事了？你说了多少个你嘴上说是但心里说不是的话？你每一次在是和不是之间选择了一个模糊地带，我再看看吧，我尽量，应该可以吧。你以为你在维护和平，但耶稣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句话很重，我知道，他不是在说你是坏人，他是在说，当你的是不是真的是的时候，你在制造一种虚假的现实，你在用谎言搭建关系，而任何建在谎言上的东西，迟早塌。真正的关系不怕你的不，怕你的不的关系不值得你用自己去换。这句话可能让你不舒服，因为你脑子里立刻就开始列名单了，对吧？那我家里人怎么办？那我老板怎么办？那我那个最敏感的朋友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那些具体的怎么办。每一段关系的细节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原则：如果一段关系必须靠你持续消耗自己才能维持，那它消耗的不是你的精力，它消耗的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断了，你跟谁的关系都是假的。好，我想把今天所有的东西收一收。我跟你讲了扫罗、尼哥底母、亚伦，3条路，3种结局。扫罗告诉你，如果你一直把方向盘交给别人的脸色，你会失去你最核心的东西，你自己的位置。尼哥底母告诉你，你不需要一步变勇敢，你只需要在今天迈一步，哪怕那一步是在夜里迈的。亚伦告诉你，讨好做久了，你甚至不再认识自己的手做过什么，你开始给自己的妥协编故事，编到你自己都分不清了。而保罗那句经文把3条路的底层逻辑一次性翻了过来，你已经被释放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站起来。我知道站起来3个字听起来简单，但你的膝盖弯了太久，一时半会儿站起来是疼的，脊椎从弯到直会发出声响，周围的人会因为你忽然变高了几公分而感到不适应。那些不适应不是你的问题，那是他们习惯了你弯着的样子。现在我要做今天最后一件事，我要祷告，不是那种排列整齐的祷告，就是我想开口说几句话。这些话我憋了很久，有些是替你说的，有些是替我自己说的，有些我也分不清是给谁的。让我们带着这些想说很久的话来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上帝，我今天带来的不是一个请求，我带来的是一句真话，一句我练习了很久但每次到嘴边都咽回去的真话。我把自己喂给了所有人，我的时间，我的精力，
我的好脾气，我每一个微笑，我每一次没事，我每一次让步，我一勺一勺地把自己咬出去，咬到有一天我往里面看，发现空了。我不想再装了，我不想再假装我有无限的容量，我不想再假装每一个好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不想再在挂掉电话之后自己消化那些不属于我的情绪，我不想再用我来吧3个字当止痛药，一片接一片的吃，直到我自己的痛觉都被吃没了。上帝，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接住一个正在生气的人？因为我有一点生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气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这样，我气自己为什么说不出那个不字，我气自己为什么每次想到拒绝别人，第一反应不是轻松，是内疚。我被内疚绑了太久了，我分不清这是信仰还是枷锁。你给我分一分好不好？你给我标一条线，这条线的这边是你希望我给出去的，那条线的那边是你没有要我背的，因为我自己已经分不清了，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了，别人的需要，我的恐惧，信仰里关于服侍的教导，还有那句从小到大循环播放的你不够好，他们搅在一起，变成了一团我解不开的东西。我解不开，但你能。所以我今天做一件很小的事，我把这团东西放在你面前，我不求你一下子解完，我就求一件事，让我先分辨出来哪些是你的声音，哪些是恐惧的声音，那些是我真的应该承担的，那些是我自己懒的，没有人要我扛的，我只是因为怕所以扛着的。帮我把敬畏放回它该在的位置。我把太多的敬畏给了人，我怕老板不高兴，怕朋友失望，怕家人觉得我变了，怕陌生人给我贴一个不好相处的标签。我把所有这些怕加在一起，它的重量比你重了，这不对。我想把那个秤翻过来，不是今天一下子翻完，我做不到，但我想今天开始挪一点，哪怕是1克也行。还有一件事，我想替一种人开口，就是那种你让他帮忙他一定帮，你让他诉苦他一定听，你让他让步他一定让，你找他他一定在，但你从来没有问过他一句你呢？因为他从来不给你问的机会。他把自己藏在了有用的壳子里，藏了那么久，连他自己都忘了壳子底下还有一个血肉之躯。你碰他一下，不需要做什么，就碰一下，让他知道你看见了壳子底下那个人，让他知道他不需要有用才配被爱，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在你那里不是写在一张需求清单上的，他的名字是被你念出来的，带着认识，带着温度。你叫他的时候用名字叫，别用那个可以帮忙的人叫。最后，上帝，你说过一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今天我想对你练习这句话，是我累了，这是真的；不是我不想再假装了，这也是真的；是我害怕改变之后会失去一些人，不是我不想为了留住所有人而失去我自己。你接得住这些是和不是吗？我赌你接得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这辈子也说过太多自己不想说的好，请你在评论区留下阿们，不是对别人说的，是你终于对自己说的。然后想一个人，那个你知道他总是在笑，但你不确定他真的开心的人，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发给他，不用说什么，不用配文字，就发过去。有时候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又一句你真好，是有人告诉他你可以不好，你可以说不，你的膝盖可以直起来。感谢你把这40分钟给了这段声音，这段声音不在高处，它跟你蹲在同一个地方，穿着同一件说了太多好的旧衣服，但今天我们可以开始脱了。从我想一下这4个字开始，那就够了。愿你的不和你的是一样有力量，愿你的善良长出骨头，愿你有一天站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想起今天这个夜晚，像尼哥底母想起他第一次敲门的那个深夜一样，原来走出来是从那一步开始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欢迎你订阅 LFC 活力祷告，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问题。我们每周在这里见面，
带着各自的真话坐一会儿。我们下一期见，愿平安与你同在。